好，来看一下啊，今天给大家伙带来的是兄弟盟盟主给大家伙带来了这么一个视频，就叫做马超卡等级的一个低分等级通关。这个之前咱们做过那个黄忠啊，黄忠稍微简单一点，是因为啥呢？因为黄忠他必须得那么玩啊。这个我说的必须啥意思？就是我玩必须得那么玩，我也不会连招啊。就是1、2、3，就1、2、3、4，其实啊，当然啊，其实我还比他还玩的好点，因为我会1、2、3、4接一个看刀啥的，他就不接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当然呢，这是开玩笑。卡等级呢，顾名思义就是不打分，知道吧？就不打分，就是1分不打，知道的吧？对，最低分数呢，可以这么说，卡等级呢其实就是低分嘛，因为分就是等级，当然你吃那些乱码七糟的那不除外啊，比如说你吃什么金子呀。什么金元宝啊、银子啊、什么大宝石啥的，那个不算。当然呢，卡低等级通关呢，咱们看马超啊。马超这个人体术方面上啊，我觉得他属于比较强的。小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马超这人是最弱的，因为我玩119玩惯了。马超这个人啊，他最有意思的是啥呢？他最有意思就是啊，他明明手里面有咱们先不说他到底是不是用剑的啊，我们先不说他到底是不是用剑的。那么他妈的他一个用剑的啊，好吧，咱们就说他是用剑的吧。然后他为什么第一下用手呢？你看，他练的是啥呀？黯然销魂掌吗？对吧？这个事儿啊，就是小的时候我一直不理解，真事儿。你们觉得呢？还有就是那些拿枪，比如说你像赵云啊，赵云拿枪拿的好好的，他为什么对吧？他为什么是先用枪把去打人？无论对方离你近还是离你远，你都是用枪把，这个事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就连那个八神，咱们都知道，抓过来之后呢，重手的时候，对吧？你离得近了是那个掏裆手，离得远了是下蹲手，对不对？你这个东西都不是那个远挠一下，对吧？这个都知道。他这个是啊，关羽啊，对吧？就张飞实惠一点，对不对啊？因为他的手就是剑。啊，我们兔心这样说了，这个手是剑是啥意思呢？就是大概的意思啊，我翻译一下啊，就大概就是圣斗士里面有一个黄金圣斗士，他那个是哪个做的我不知道，不是什么沙发做不是什么的啊，反正是他就是手剑啊，不是就是那个圣剑啊，手就是咔咔咔咔一顿。上课老师哎。这种感觉啊，好的，可以看到打到 BOSS 就涨了1万分啊，这1万分也是醉了。大家伙都知道，本身这1万分啊，这个好的，他打6连居然1分都不涨，1、2、3下蹲1前引锁，我操，这个都不涨分了，兄弟们，你看，这个是狠啊，这是狠。说句实在话啊，这种反人类反社会的玩法呢，我告诉你，其实我能了解，根本就不是咱们的选手想要打，明显是为了打分嘛，我们大伙都了解啊。但是呢，就是因为有打分的存在，所以说各种各样的这个爆款视频啊，就真的是很难啊。就他这种打法呢，很多人就不理解啊，但是我能理解。其实就是为了突破极限，就为了告诉你啊，这个游戏咱们正常通关都难，人家就是可以花式玩，这就是业余玩家跟这个对吧？业余选手跟这个职业选手的区别，真的不要妄图拿自己的业余爱好去挑战别人的职业啊！大家伙记住这句话，对吧？大伙记住一句话，还有很多人说，哎呀，小狼啊，我就听你解说，说你解说可好了，你看你什么时候对吧？我也想学解说，我说 sorry， 我教不了啊，你得先去对吧？你得先去读那个小学，然后再读中学，然后高中，然后再考一个对吧？类似于像什么中传媒什么的大学，在那种情况下，你才算领进门，然后才有资格摸到我的脚后跟啊，知道啥意思吧？啊，所以说。好啊！虽然说牛逼吹得响当当啊，但是大伙儿了解啥意思？我这几个对吧？我这些唠嗑啥的也是对吧？10来年了，对吧？你这个东西，现实生活中跟我一起的，一天天跟我一起喝酒聊天的人啊，都是就见着我就烦。就这小子天天逼逼，真是嘴停不下来。你说像这种人，你说他对吧？他就是职业的啊，职业病啊，知道吧？哎。为什么？你看，我们兔心酱啊，在发弹幕说，为什么他血杀是爱的魔力转圈圈？因为我告诉你，因为什么啊？因为他一会儿他会触电，知道吧？因为他一会儿他会触电。这个马超啊，他也能捡那个他也能捡那个电剑啊。他如果对吧？你懂的，捡上电剑之后呢，他就是触电了
触电的那种感觉已慢慢实现，是吧？爱的魔力转圈圈，就这种感觉啊。来，我们看看这个地方呢，我们隐身衣是必须要吃的。说句实在话啊，这个血杀这个东西呢，你看啊，这里面有很多人的血杀啊都比较玄幻。诸葛亮血杀不用多说了，就是一个耍剑的，他剑跟周围一顿转，对吧？马超这个血杀呢，就是来了一个那个大家伙可能大家伙看没看过那个，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冰上那个滑冰那个艺术滑冰，那叫什么我不太清楚啊。反正一些日本人是滑的挺帅挺好的。啊，这个好像有一个男的外号叫柚子是吧？啊，据说是很多的这个男神啊，我不太清楚，我不太看这个东西啊，但是我知道啊有这么个项目。那么这个项目其中呢就有一个啊，滑着原地转圈，然后抓好几圈这个，啊，给恨不得给底下那个冰凿个窟窿，知道吧？就是这个啊，就这个大概是这个意思，他就是练这个技能。我们看那个《甄嬛传》里面不也是吗？说这个我们当年的这个啊，满清入关之后啊，还是保留着自己的这个传统。他们也有一种那个艺术体操奥运会，就是冰上那个滑那个东西。那个安陵容不是为了那个体重变得非常轻，还往肚脐眼里放什么乱码七糟东西，我不太清楚啊，大概是这个意思啊。反正是他练这个东西啊。关羽那个血杀就好说了吧，就是一个180度的一个大斩啊。赵云也是一个180度的大斩。这个大伙都能看得清楚。张飞就是一个，张飞这个其实有点难啊，大家伙知道啊，其实就你拿一个东西在上面转成一个风车形挺难的。张飞就呀，牛逼的啊！好了，直接进屋了，咱们看看啊，这屋里面呢是有一把火箭。咱们现在才0级啊，20多万了，因为这是过关了之后必须得加那么多分数。渔猎。我会滑冰吗？我会滑冰。这么说吧啊，我滑冰的话呢，应该是怎么说呢啊？我这么说吧，就是我滑冰的话，我会往前滑。我拐弯的话呢，也会那种拐弯，但是我仅限于往前滑和拐弯。我的朋友啊，就基本上就是我现实中的朋友，基本上都会那种就是边滑边拐弯，然后边那个什么。怎么说呢啊？就是还有那种什么，好的，这么指吗？啊，这下没指着，指着的话应该是能给差不多秒了。就是他能倒着滑，啊，也能就是蹲着滑，我就不行，我只能站着往前滑。最开始的时候，我是拐弯的时候，我是身体慢慢往左转啊，往左转。那么，因为是逆时针滑，对吧？然后后来呢，我就那个什么，哦呀，好了，飞轮。没办法啊，其实拿上这个火箭，你们知道拿火箭打它的伤害并不高。很多人说怎么不高呢？相当高，那是你打一下，因为你不能连招啊，对吧？你不能连招就难受了，因为你连招就涨分啊。一个小火，现在被躺下就死。好了，再一个小火，前错一丝血，小箭头。好了，还是一个前错，这个时机掌握的非常好。其实他不敢装逼了，咱们又不是打速通，所以说在这种基础上呢，咱们打这个低分。到目前为止啊，第2关通关了之后，你看他奖多少分，最后能不能升1级，你懂吗？啊，大概是这个情况。然后我这个弹幕助手啊，我是看出来了，别扯了啊，变成了火云掌。拿上冰，哎，对，马超拿上火箭就是火云掌，拿上冰剑就是这个寒冰掌，对吧？是不是？然后拿上电剑就是雷电掌，是不是？对吧？这就是雷电，也不能叫雷电掌，拿上电剑应该叫什么掌？大家伙说应该叫什么掌啊？然后拿上爆剑的话，应该叫做爆裂掌，对吧？奔雷掌啊，对，你看我们弹幕里有高手啊，咱们这个卵你我为输，咱也不知道他这个名啥意思啊，但是哎，奔雷掌，对啊，兔子也知道奔雷掌，奔雷手文泰是不是啊？哦，奔雷手文泰啊，奔雷手文泰来，应该是啊，牛逼。拿上爆剑的话就是爆裂掌。你说如果要是拿上那什么呢？拿上那个
毒箭的话，应该叫什么掌啊？对吧？都是故事啊。这明明是我先说的，不是兔子，你那个啥，在这个弹幕上啊，就是我这个电脑屏幕上看啊，你这个弹幕的颜色有点绿呀，你是不是特意的呀？啊，兔子，你有啥故事吗？难道兔子你就是若不是你这什么说闯进我生活是吗？啊，一说话绿绿的，对不对？五毒掌啊，你看啊，又是五毒掌，看五毒排比掌，这个太狠了，这个五毒掌。关键是马超啊，马超他本身他就是拿着虎头战金枪，他一辈子只有这么一件武器。他曾经啊，把羌族的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小将啊，拿一枪头砸上去啊，直接给人头砸扁了，就是那么残忍。马超就是这么硬气。咱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也说过啊，一旅二马三典韦，四关五马六张飞。马超这排第2，你看马超这个人啊。但在这个游戏里面啊，我个人觉得好多游戏，甭管是《三国演义》，还是说很多什么那个。比如说像那个什么日本的游戏，还是说咱们国家做的游戏，你就马超啊就不怎么受待见啊，就是感觉这个人就存在感非常低。你忘了当年怎么追杀曹操的了啊？你看这个事儿，不说这事儿谁知道？咱们看看，现在呢，咱们为了低分通关啊，拿着这个火箭打也不是说没有效果，但是打血确实太少了。你看，打血确实少，转3下。宰，他说的这个到底是宰是啥意思？其实马超啊，要追溯起来，马超呢最开始啊，他祖上是伏波将军马援，也是这个当年啊这个位面之子啊，汉光武帝刘秀一手创建这个东汉时期的一员将领。他的老祖宗啊，当年是拿着2个大锤。也就是那个《隋唐演义》里面那个李元霸拿过的啊，那个当然呢，你应该说李元霸是偷着拿他的，反正就那个大锤。你想想，他跟李元霸是拿同样的兵器，那可见这马援多厉害，对不对？那你说马援厉害，马超能弱吗？那就不用多说了啊。好了，这个拿上火箭，我们打这个 BOSS 都是力求连招，他连不了没办法，只能浅搓，因为不打分。好了，可以看到98万的时候呢才1级。啊，98万的时候才1级，这个确实屌啊！好了，看看为啥他踢人还要摆一个姿势，这个就没有为什么了。他我们最新你们大伙儿看过一个日本漫画叫一拳超人啊，这个漫画呢，就是说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对吧？这个他就认为啊，什么叫武术？武术就是动作帅一点儿，武术就是动作帅一点的对吧？把坏人结果了。这马超就是啊，他前搓就非得那么整一下，对不对？其实也不是啊，他这个前搓啊，你像有很多咱们看很多的版本玩法，比如说爆气的时候前手这种感觉啊，反而会更牛逼一点。马超这个人物吧，他这个前创啊，还跟那个什么关羽啊。貂蝉呐啥的挺像的，他一个前怼呢，怼完之后呢，他自己人还会往后顿一下子，所以说他这个前锁看起来并不是很屌，但是因为他看起来并不是很屌，所以说他非常屌，大概是这个情况啊。他不吃黄石公啊，能不能别卖萌了啊？这个黄石公啊，你应该问马超，哎，马超为什么不吃张灵剑啊？你应该这么问。好，我们看看这个张辽神，拼我操！其他版本的辽神啊，都是往这边默认放一个旋风，这个版本辽神它是根据你的站位放旋风。好了，可以看到现在呢是想打7连前搓1，好了，再来这个血杀有点多，1 2 3下蹲，1 2下蹲。他前搓也可以，好了，撞出一个招安撞，也是神器。
啊，天遁术在这里放天遁术。为什么天遁术不加分啊，兄弟？我们看看人遁术，这些宝都没有用，该放啊。马超的剑是不是尚方宝剑？不是，马超的剑是大宝剑啊，马超是大宝剑。其实要说句实在的啊，这个大伙儿可能不太了解这个咱们自古以来的冶炼技术啊。冶炼技术其实早在这个太古时期啊，就有这个锻炼工具的啊，甭管是青铜器还是什么的啊。总体来讲呢，不是说一个武器啊，不是说它名气大，它就一定是非常好的。就好比现在咱们充分了解到啊，这个很职业的冶炼技术，比如说像日本，对吧？他们把这个很多刀啊，这个铸得非常的完美。那么有那么一句话叫百炼，对吧？可成钢，对不对？你像有的时候呢。咱们那个时候吧，你比如说，很多人说，哎，小狼，我听说有一把剑非常厉害，叫鱼肠剑，当年也是，对吧？刺杀那个吴王，然后这个他哥哥，然后最后他当上了这个国王，很厉害吧？其实那个鱼肠剑呢，据我所知啊，这个鱼肠剑呢，就是一把小细针啊，小细针，有点像这个比匕首还要细的一个针，它塞到鱼腹里面，就是鱼肚子里面，对吧？刺杀的时候拔出来，直接怼你脖子动脉就完事儿。就 OK， 而且刺杀的人你懂的啊，只要你刺杀了，你无论成功还是失败，对吧？你都是死。所以说这把剑呢，作为凶器，当时也就是那么回事了啊，大家伙了解就好了。那么这个鱼肠剑呢，很多人说啊，名头很大，很牛逼，没啥牛逼的。真正当兵器啊，我估计啊，肯定是有人拿它当什么呢？就当那个，哎呀，这个它放在对吧鱼肠里面，然后呢，这个当成兵器展览起来之后呢，它把那个鱼合为一体了。然后呢，就变成臭鱼了啊，咸鱼了。所以说这把武器带有毒属性啊，带有腐蚀性属性，打到你身上之后呢，你本身啊你没啥事儿，但是呢你被感染了啊，你被臭鱼熏了，所以说你的这个血一直在往下掉啊，大概是这个意思啊。好了，看看，奔，好的，小兔子啊，嗨。这个游戏里面，咱们看这些小动物啊，小兔子应该是最惨的吧，对吧？你看第3关有一个小兔子，第4关有一个小兔子，这小兔子长血啊。然后第2关还有小兔子，当然第2关什么都有，有那个小龙，我管它叫小青蛙啊，小龙啊，一个猪，一个兔子，还有一个小乌龟，对不对？然后第3关也有，第4关也有。啊，其实第3关也有一个小龙啊，就是那个小绿色那个小龙也有一个，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啊。好的，大哥，你扔了半天扔条蛇出来，扔个小青出来吓我一跳啊。好，这也是整个三国里的未解之谜啊。我准备做个视频，做一个三国战记里的未解之谜好了啊。为什么啊？有很多为什么，10万个为什么和10万个不为什么啊，就是这个事儿，我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啊。卡等级有什么用？装逼啊！就跟你问我小狼啊，请问这帮人秒杀有什么 BOSS 有什么用啊？装逼。小狼，请问他们速通有什么用啊？啊，装逼。哎，知道吧？就是哎，小狼啊，那他们那个刷分有什么用？这分能买什么东西吗？有用，干什么呀？装逼。哎，总体来讲就是3点水加一个金，知道吧？那是变色龙，那也是小龙啊啊！熊猫，那熊猫是变成太清丹精变的，那太清丹精还能变龙，能变龟，能变熊猫，还能变大鹅，对吧？还能铁锅炖大鹅呢，对不对？你这个东西，你跟我读，哪，曲脖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好，你看这个千叶手，看不看？啊，这个千叶手就牛逼了，看啊，仙人指路，哒，是太屌了，兄弟，看不看见？这就是哎，招安状，反正你在这儿也得放，你看，而且傀儡娃娃也能吃。为啥说马超能吃傀儡娃娃呢？因为这个马超是锦马超，长得帅，你赵云也能吃，诸葛亮用计美人计也能吃。你假设你能选一个王允，那估计也能吃，对吧？貂蝉就更不用多说了，那也能吃啊，能吃，就这个意思啊。
我戴眼镜干什么？我眼睛有点干，有点涩。我今天晚上跟你们狼嫂吃小龙虾，然后呢，小龙虾呢，这个我低头给他扒虾，你知道我给他扒虾，然后呢，狼嫂就给我一块肉，然后呢，就一下把那个肉塞我眼睛里了。然后那个你也知道，小龙虾的肉啊，那辣的要死。然后我洗眼睛了啊。哎呀，这个牵手没牵出来的兄弟，小飞轮下蹲 A 牵手，好的，再来血杀牵手，漂亮。有了这个火箭，咱们看一下，马上要奔雷掌，看一下奔雷手文泰来。好了，别扯了，钢蛋啥都想吃啊！天哪！梆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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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梆。梆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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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梆�้你看打个小兵都默默开，你看小兵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啊，太嘚了啊！再给大伙安利一个电影啊，这个电影叫什么呢？叫《反贪风暴4》。我的意思是大伙不要看啊！妈的，看这个《反贪风暴4》看完之后，我感觉我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是一点强逻辑，我操！不要看啊，不要看啊！但是你要为了支持古天乐的话，你就去看一看啊。其实他那个剧情啊太嘚了啊。好，我们看看接下来又来送死啊！好了，傀儡麻麻，周安壮，前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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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，老弟啊，一个兵。深井兵，这还是啊，手拿电剑捡兵剑，一路火花带闪电。楼皇杯唯一解说伙伴，哪有？别闹了，楼皇杯跟我没有关系啊，现在啊，没有任何的这个那什么。好，我们看看这个兵剑它不会消失啊，所以说这个不用管它，已经兵了，捡起来。金盔要掠，反贪风暴4不仅是烂尾，感觉他妈古天乐一路开挂，我操！飞轮打血还是少啊。其实像这些，我跟你们讲啊，像这些这种像吴国的很多将领啊，比如说像陆逊呐、吕蒙啊，像他们是这样的人啊，就特别害怕什么呢？就怕普通攻击。带属性的攻击对他们伤害不大，他就怕那种就是普通攻击，就是俗称1、2、3，下蹲 1、2、3，下蹲 A， 或者说是怎么地啊，或者是接个招啥的，啊，12连啥的，就怕这个啊。可以看到过程啊还是有很多难度啊，主要是你挨打了也费血呀，对不对？这个很难受。现在呢是卡了一个2级，已经达到了第4关，马上是第5关。因为本身大伙儿都知道这款游戏呢只有6关啊，只有6关。好，我们看看，不是这个黄盖怕兵，那你这话说的那肯定啊。我不都说了吗？我说有一堆吴国啊，有一堆将领啊，他不怕这个啊，我都说了啊。你黄盖怕兵，那还用说，对不对？这话说的啊。不过吧，这个按理说设定呢就是这样的。你像有的人啊，就是他的那个五行非常的全啊，可能就是什么也不怕，什么也不怕，就怕体术，对吧？什么都不怕，就这种感觉啊。哎呦，这个小毒兵会练我那个技能，看不看见？想当年我这个小女兵啊，火把女兵，我练的那个技能，你们记不记得？很屌啊！为啥我打完貂蝉没有吕布呢？对，版本不一样，这个版本是类风云再起的逐鹿中原，所以说你打完貂蝉往上走就可以看到吕布，就是陆布，也是被誉为甭管是中国研究者还是国外的，比如说日本呐、或者其他的研究者啊，你会发现他们都认为吕布是整个三国的第一无双武将啊，就是
公认，没办法。这个但是呢，很多人啊就认为说，哎呀，吕布也没杀过几个人呢，而且吕布那个杀的都是无名之辈，为什么他是第一名啊？难道就因为三英战吕布，然后他就厉害了吗？也不是这么说啊。他如果在你看小说里面描写呢，他在对战什么曹操的时候啊，包括跟这个跟丁原的时候杀董卓啊，杀董卓，还有跟董卓的时候杀18路诸侯，它里面的详细描写，你看对于这个就是他自己的武力的描写啊，这个吕布确实是啊，就很轻描淡写的。你像关羽说是秒人，吕布根本就不是秒人了，吕布就是他随便戏弄人了，相当于啊。你想董卓也算是一介非常嚣张的武夫吧，对吧？董卓也是比较屌吧。不过董卓当年在凤仪亭啊，想要这个拿戟撇这个吕布，这个当时吕布也很害怕，他害怕对方的权威，对吧？害怕对方的害怕这个董卓这个太师嘛，对不对啊？而且，对吧？这个地位就相当于皇帝一样。那么他撇董卓很厉害，董卓能单手拿起方天画戟撇出去啊，能撇10多米远，我操！将近20米，你算算。董卓也很厉害啊！不要以为董卓只是一个貌不惊人的胖子啊！好，看看换上暴剑，这个打人非常疼。本身咱们就4剑附体啊，4剑附体之后，这个攻击力爆炸一样，嚣张的要死。好，来看看，要秒必须点秒杀这个貂蝉才能出吕布。所以说刚才咱们是用招安状秒的啊。我这边弹幕没有我他妈的没有弹幕助手啊！现在啊，贼嘚儿啊！我只能看见这个右边的屏幕啊，这弹幕助手那来的，我真想给他一个腿绊连人带拐棍啊！我给他，哎，难受，总体就一句难受啊！好了，看看，这拿上冰剑又是一顿撞，这也太赖了！你看。属性剑啊，就在这个地方你看出来了。属性剑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这属性，你怕什么我来什么，对不对？比如说啊，在咱们啊，我也不知道哪个神我忘了啊，是他妈从小就把他我也不知道他妈劲儿多大啊，他妈从小拖着他的脚后跟，然后就在河里面趟。反正我小时候听过这个故事啊，到底是什么神我也不知道，叫什么弩什么我不太清楚啊。然后呢，这个他就无敌。但是呢，弱点就是脚后跟啊。这个其实，在咱们中国也有一个非常合理的解释，就金钟罩啊，有一个罩门，大伙能理解我的意思吧？啊，有一个罩门，哎，小狼的罩门在哪儿？你们知道吗？不知道吧？啊，好了，看看董卓啊。其实啊，有很多时候吧，他为了丑化一些这个形象，把形象弄得就是非常的那个什么吧。其实你比如说，你看啊，根据这个历史啊，就比如说实际上记载，其实这个帝辛呐，也就是所谓的商纣王，他长得算是一表人才的，人高马大的啊，还不是你们说的那种非常粗犷，而且那种看起来就跟糟老头子坏得很那种感觉，不是的啊。但是为了描写他这个残暴，所以说弄得每一个他都是长得不怒自威啊，看起来就是有点赖的啊那种，对吧？你像许褚，就说许褚，你有的吧，你把许褚整成一个胖子吧，我也就认了，对不对？你有的游戏把许褚就整成一只猪，他不是说。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啊？就把许褚整的就是猪，知道吧？就许猪，我操，真的是啊！好，魏延在此。有了属性剑之后啊，就好玩多了，但是很嘚儿啊。马超这个人啊，咱们再怎么玩啊，他不像黄忠那个马超这个。最终还是升到4级，黄忠是卡3级，咱们上次，而这次呢，咱们是卡4级。到目前为止啊，600多万，这大多数啊都是过关奖励的分数啊，你懂的，能晓得的啊。小狼武进诸葛解说了没？好像没解说。那个我不是没解说啊，你得给我发那个地址啊，然后你发我手机上我也看不着，我得给电脑上接。然后你怎么一不要个逼脸的又改名了呢？啊？你作业不是我们柱哥啊，主播瑟瑟发抖，这个名还能好记一点
这现在改这个名儿，他妈的有点东西的啊，猪哥。好了，对呀，你看许褚招谁惹谁了，对不对？你明明是一个对吧？改成，我记得我还曾经玩过一个游戏叫《梦三国》啊，好像很多人的童年回忆。尽管这个游戏不怎么火，但是呢，这个游戏质量还是蛮不错，我个人觉得不错的。然后这个《梦三国》啊，就嘚儿了。最嘚儿的就是，真的是因为他为了强凑出师徒4人，大伙儿明白我的意思吧？就是西游取经、西天取经的，对吧？有唐僧，有那个孙悟空啊，在里面叫孙环，是吧？然后呢，许褚就是猪八戒，我操，这跟猪就干上了，你这，哎呀，真的是难受。好，我们看看，其实啊，咱们这个运气不太好啊，哎，你看这就可以连踢3脚。但是要死，班杜康9，飞轮下蹲 A， 哒，好了，咦哈哈，飞轮，哎，好了，还是一个正脚背啊，一个正脚背直接踢死，一手自焚，再见啊。孟许褚干脆就是猪八戒，我看那个王者荣耀里面也有猪八戒啊，唐僧有没有咱先不说啊，他有达摩是吧？啊，孙悟空，那老沙呢？不整个沙悟净啥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们看看，现在已经是，马超，哎，大哥，曹操你还不跑啊？你还不跑啊？别扯了。这见到马超你不得赶紧割须弃袍啊！搁这儿一个洞，你这个毒毒，哎我操！你看，所以说这个武器长也不行，他本身扔毒扔到后面，结果因为武器碰到毒了，然后被毒着了。这就相当于啊，有的时候你们玩那个拳皇97里面有一个人叫比利，就是棍子，就是比利啊。对吧？他有的时候这个下轻手什么的，你看他挺长，反而有的时候因为他长了还挨打了呢，很正常。怎么看啊？现在636万，非常的赖啊！好，你现在发我 QQ， 再来一个多，我去你妈！好，1、2、3，这个每次其实曹操长血的时候，你看又长血了。我都感觉到啊，其实让他长一长也蛮好的，他也能长3次血。好了，看一下马超4剑，传说中的卡4级通关啊，卡低等级没有到5级。其实呢，到了5级啊，你想他就变了一个阶段了，知道吧？到了5级之后呢，他的这个血格也增加了啊，对吧？然后攻击判定也是变成这个你点前一手挥空那种感觉，是吧？如果说比如说像我们玩正常的那个119版本的话，当然也是感谢我们的盟主，又是打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啊一个玩法，但是确实牛逼。